草原地上全部都是马匹，没撸到，没撸到羊。不行，那我摸你侧面是不是？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热爱大自然、热衷冒险的露露和 Michael。这次我们驾着小房车，開啟了冰島環島露營之旅。在北部，我們走進了維京人傳統居住的房屋，體驗了當地的歷史魅力。一路上，我們遇到了許多可愛的動物。今天我們駛向了冰島神秘的西部，那裡的海岸風光令我們驚嘆不已。讓我們一起去探索這些未曾見過的美景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冰島北面，靠近斯奈山半島的位置。這邊呢有個巨大的農場，裡面有好多的這個冰島馬。現在我身後很多小朋友，他們要去騎冰島馬了。他們家還有一只可愛的邊牧，這個邊牧就是巡邏隊長，現在已經過來開始巡邏了。來呀！這邊牧跟我挺有緣分的，看到我就知道靠近我。刚才我看你跑起来了，你跑起来好帥呀，好漂亮，是不是？帥哥一個。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冰島北面，有一個18到19世紀的一個建築群博物館，叫做 Glamber Farm Museum， 就在我身後。我們現在進去，剛才我已經買了門票，一個人呢是2000冰島克朗，相當於20刀，人民幣100塊錢一個人。你看這個就是這個小博物館的地圖，我們剛才從這個門口進來的。這旁邊2個建築呢，前面這個呢是 cafe， 後面這個呢也是個展覽館，然後主要的這個 farm， 這個 house， 這個建築群是在這個區域，就是這個 Glamber。這個建築群是在這個區域。走，這個小可愛房子叫做 Glisthofa， 我們進去看看。這個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小房子 Glisthofa， 它呢是在19世紀初建成的。在那個年代呢，木質的房子是非常昂貴的，因為你也可以看到，我們整個環冰島轉一圈，這邊森林是很少的，不像加納木材如此豐富，所以木質的房子，所以當時木材是非常昂貴的。所以這個原主人呢，他呢就把老早在這個地方的家的房子給拆了，然後呢租了個貨輪，把這個木頭沿着這個海岸線一路在冰面上運到了這個地方，再把這個房子組裝在一起。在當年，其中這2個城市中間是沒有公路的，所以呢只能通過海上面從冰上運過來。想想看，這個蓋這麼一個小房子，代價和成本也是真的很昂貴啊。像在加納蓋房子，分分鐘的事。加納到處遍地都是用不掉的木头，都得燒柴火有。對，免費的木頭在被運空。哇，這個房子還很精緻。哎，你說他們原來沒有這現代化的時候，他們不燒木柴取火，他怎麼取暖的話，怎麼取暖呢？冰島人他們抱着馬或者羊就可以取暖了。我跟 Michael 說，我們這一路看了那麼多廣袤的草原，上面有成千上萬的馬匹和羊群，對吧？夏天的时候天氣好，把這些馬養肥，冬天的時候就靠他們取暖吃肉，對不對？這就是叫自給自足的生活。這一家族是個大家族，夫妻2個人生了5個孩子，然後又進了5個女婿，這個媳婦。你看，在19世紀啊，冰島人他們蓋房子最主要的材料就是 turf 這個草皮和下面的浮木，他們借出來這種草皮土和浮木組成這種混合牆體，這是一個樣子。在我們身後，遠處見到的這一排建築就是建於19世紀初的這個 Glamber Farmhouse， 這個當時的 Glamber 農場房子。大家看哦，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們的這個當時19世紀初冰島本土非常常見的這種建築原材料，就是房頂都是草皮，牆面的話都是浮木，中間呢是用泥土作為粘合劑，粘合在一起。這個房子真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沒見到過，還挺特別的。我們去看。別看這個房子好像是有一排，這其實是一家人。最左邊這個小房子是他們的打鐵房，中間兩個呢是他們的儲藏間，中間帶窗戶和裝飾比較好的那個門鈴的，那個呢是正兒八經的正門。然後頂那邊呢還有兩個小的這個燃料室，我們進去都看一看。打鐵的房子，磨工具的這是。Michael， 你看這個房子裡面啊，這個下面就是追附，就是浮木嘛。我們在加拿大海邊也經常能看到的。這個牆皮啊，裡面你可以看到房頂的那些那個草皮都是非常清晰可見的。現在都已經乾了，但是還是草皮。草皮鋪在這個木板上面啊，作為它可能這個草皮和泥土粘合在一起以後，它就比較的密實，這樣的話防風。对，它不掉也防雨，因為草根把這個土全都綁牢了，就是綁牢了。然後旁邊這個牆呢，上面呢也是感覺是泥土和浮木混合在一起，就特別密實，特別扎實。這樣給你住這個房子行嗎？我得貼個牆紙，貼個牆紙鋪個地毯，那樣也舒服一點，是吧？這第三個房間，這個也是一個儲藏室。但這儲藏的工具呢就有點特別了。我後面這個箱子呢，裡面是儲藏他們的農作物的。右邊這個機器呢，它呢是就有點像現代的這個拖拉機啊，是在這個田埂上作業的啊，撒谷物的。左邊大家知道這是幹什麼的嗎？左邊這個看起來 Michael 一開始以為還是一個這個存糧食的，結果搞錯了。這上面啊有很多的齒輪。這個是馬糞粉碎機，也就是化肥制作機。這邊都是馬場，把馬糞全部扔進去，然後咣咣咣咣咣攪拌，就把馬糞粉碎以後，形成了天然的肥料，再還給這片土地。哇，這個房子這是可以住人的。我們從這個正門一進來，右手邊這個房間呢，就是一個客房。這個客房呢有個寫字台，有個儲物櫃，還有一架木鋼琴，還有一個五斗櫥。這個五斗櫥看起來跟我們現在的家具其實就很像，是不是？就像那個臥室裡放衣服的抽屜啊，上面可以放一些這個化妝品，還有個梳妝鏡啊。走，我們再往前看。哎呦，這是個臥室。這個叫 The Blue Room， 這叫藍屋子。這個床是在一個像一個 closet 裡面。對，這個床叫做 a cloth bed， 它會更溫暖，也更有私密性。這個牆上還掛着一個琴，這怎麼看起來有點像蒙古的那個馬頭琴呢？是吧？有一個面向着廣闊草原的這個寫字台啊，在這來看書寫字很有效率，時不時還能欣賞外面美好的自然。休累了還可以坐在沙發上拉拉馬頭琴，陶冶一下情操。再困了就可以拱到自己的這個特別可愛、特別溫暖、包裹性極好的床裡睡覺。這就是我喜歡的這個 setting。你看，哎，親愛的，你看這個當年的這個臉盆架，國內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國內不是也有這樣的臉盆架啊？放臉盆，下面這應該是痰盂吧？Michael，這個是他們的廚房。你看他們的廚房是拿這個吊鈎啊，吊着2個大鐵鍋，在下面燒着篝火，在這左邊煮湯，右邊燉羊，後面還有那個煎鍋，應該是煎馬肉的。這種掛鍋的方式就跟那電影裡面那個巫婆煮那個毒藥的，很像是吧？你看人家那個勺子多大，這勺的感覺跟那個我們那個瓢一樣，划水瓢一樣。親愛的，
在廚房正對面，這邊還有個工具房，原來是用來制作分離牛奶和黃油的。這邊這兩個器皿就是把牛奶和這個 cream 奶酪給它分離開的一個這個農具。這看起來確實像一個攪拌機啊，像我們現代人做蛋糕用。這右邊你看到沒？還有一個這個可以擰的一個器具，它的是把牛奶和這個黄油分離開的，通過擠壓把黃油上面最後剩下的一些牛奶給擠壓出去，就是最後出来的就是一塊黃油塊。干得怎麼樣？很好。哎，你看这个房子的後面是長這樣的。對。這個木頭擺的，浮木擺的還是很整齊哦。是的。我们在路邊看到了一個這個小教堂，感覺特別有感覺。它也是那種草皮的頂，就是尖尖的。我覺得它這種草皮的頂，我看了旁邊的話呢，也是非常非常厚的那個漂流木做成的那個牆。這種的就不怕風啊，它那個風全都從那草皮上面就刮過去了。正面很漂亮，它是黑色的那個木牆，然後紅色的那個框框，上面有一個十字架。這個就是這邊最早的那個小教堂，就是這個樣子的。我们又看到恩万了。They're really friendly. Nice trip. What's your name? Leaf. Bye bye. Enjoy your trip. 现在我們來到了這個叫 Blandulo 這個小鎮啊，我不知道我讀的對不對，反正 B 打頭的。這個小鎮最特色的就是兩樣東西，一個就是我身後這個奇形怪狀的教堂，感覺像是從火星帶回來的這個設計，非常神奇的一個外形非常神奇的一個教堂。然後第二就是我們剛才路過那個加油站，那是我見過的目前為止最繁忙的加油站，裡面的那個 food court 賣零食的，還有賣這個快餐的，人滿為患，上個廁所都要排隊等半個小時，也是醉了。但是我就覺得這個小鎮啊，感覺就是在整個冰島北岸和馬上我們要到的西岸的一個相交接的一個交通樞紐，所以這邊車巨多，人巨多。喲，這剛才在那個加油站買的大漢堡啊！對呀，30塊錢加幣的大漢堡，人民幣150的漢堡，怎麼樣？還不錯。這個漢堡包跟北美的漢堡包挺像的，有培根，然後牛肉餅，番茄呀、蔬菜呀，還有這個它這個醬跟北美的不太一樣，它是他們這種特殊的一種醬，我覺得挺香的。遠處的海伴着那個微醺的陽光，草原地上全部都是馬匹。東邊是羊太多了，西邊是馬太多了。對，到處都是馬。
側面是不是？我在路边意外的看到几匹特别俊的马，比我们昨天骑的马和上午看到的马都漂亮。这个是它的脸上有一道白，就是感觉跟狮王一样，是马王，特別近。我來餵它們吃點草。我發現冰島馬的性格都超好，他們都特別的親人。剛才這隻馬想跟我親熱，被這個黑馬鼻子一頂走了。他們的這個冰島馬腿都不是很長，所以又稱為矮腳馬。但他們有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鬃毛特別的豐富，不管是脖子上的毛還是屁股上的毛，就是感覺像個大掃把。希望你們馬生順遂。這個車牌真好玩，250。還有這種車牌嗎？冰島特別車牌，難道在冰島人心中250是一個神聖的代名詞？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冰島北岸，距斯奈山半島很近的這個一個峽谷。這個看上去比較小眾的，我看很多人可以到對岸走下去。之前我們看到一個大峽谷沒有徒步 ，Michael 有點遺憾。今天我滿足你，我們徒步去，走到峽谷的裡面，從下面從瀑布的底端去往上看峽谷。當心啊！我們這不是也下來了嗎？下來了就可以從橫切面去看看這個峽谷。都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你看前面有2個人為了拍照，在這個歷經艱難險阻嘛，最前方的地方去，我們就算了，淺嘗輒止，走吧。在我們到達斯奈山半島之前，我們今天下午最後一個目的地就是我前方的這個叫做犀牛石的景點。犀牛石這個景點啊是非常出名的，所以你看現在已經傍晚了，還有這麼多的車和人。我看好像我們要徒步過去，最起碼要走個500米，我們加點速度吧。看哦，看那個陽光微醺的感覺。
在这個犀牛石這邊，犀牛石還是非常有特色的。來這邊呢，雖然要多開半個小時40分鐘，但是我覺得還是值得的。它不僅是那一塊石頭好看，整個這片區域這個海岸線，還有海對面的雪山跟那個黑沙灘，整個這一片區域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今天天氣也好，挺讚的，值得一來。你猜猜這個冰島特色膨化食品長什麼樣？這不是星星的形狀嗎？我看到我都驚呆了，這麼大一個星星！哇，玉米的香氣，上面加了一些辣椒粉，感覺這個就像冰島的那個冰島人喜歡的味道。冰島人的這個炸薯條上面撒的也是這種鹽和辣椒粉混合的這種香料。好吃。喜歡我們視頻的朋友，請一定要給我們點讚加訂閱。下期視頻讓我們繼續我們的冰島之行。湿了，没錄到，沒錄到羊。你看，跑路，人家羊肯定會跑的呀，人以為你要抓它吃肉呢。你看他倆人還在看着我，說這倆人咋回事？